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今天是一期至关重要的特别节目，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资产通胀和薪水通缩交替来袭。在这个全球政治经济大变革的环境下，您的血汗钱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威胁。我们要如何避免自己辛苦工作积攒起来的财富被各国政府的无限印钞和举债救市稀释殆尽？美元和美债还能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吗？为什么相比于股市崩盘的左侧风险，我们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股票、大宗资产价格持续走高的右侧风险？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如果你想知道如何穿越这个动荡的周期，保住甚至增值你的财富，请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内容。我们的故事要从2019年底的新冠疫情说起。历史有时好像是上帝写好的剧本，就在人类走过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后的整整100年，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突然爆发，在短短半年内席卷全球。然而，这次的结局与100年前截然不同。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成了美联储无限印钞和量化宽松的完美借口。从这张图可以看到，美联储在2020年3月到2022年4月这短短2年时间内，凭空印出了超过6万亿美元，占了人类历史上美元超发总量的41%。结合过去10多年来近乎于零的基准利率，资产通胀伴随着美元贬值一触即发。从这张图可以看到，标普500指数就是在2020年之后呈现指数型的增长。截止到2025年10月，标普五百已经比5年前翻了1倍。虽然期间有2022年的回调时期，但是最近5年美股上涨的斜率要远高于2020年新冠疫情之前的上涨速度。当然，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指数 QQQ 的走势就更加陡峭。可以看到，QQQ 在2020年疫情之后，更是以惊人的速度暴涨。它现在的价格比2020年3月份的低点已经翻了3.5倍，完美展示了指数型上涨曲线的走势。然而，与美股的狂热截然不同，当全球投资者都在为科技股和 AI 泡沫狂欢的时候，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雪崩，它就是美债市场。我们来看一个标志性的投资标的：20年以上长天期美债 ETF（TLT），它的价格在2020年的夏天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但是从那时起，在过去的5年里，TLT 的价格已经暴跌超过40%。这不是股票泡沫，这是债券市场的价值海啸。它的跌幅甚至比许多科技股的泡沫破裂还要彻底，还要惊人。更让人费解的是，美债的熊市时至今日依旧在持续。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美联储降息及降低超短期美债的利率，应该会带着中长期美债的直利率同步下行，对吗？但是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们看到的是，降息反而刺激了长债利率走高，导致 TOT 的价格继续下跌。这完全是反常识的冰与火之歌。这个反常现象揭示了市场一个极度悲观的核心共识：第一，高通胀已成为新常态，市场不再相信美国的实际通胀率能够轻易稳定的回到美联储设定的2%的目标。第二，在长期维度上，美元的贬值趋势已经难以逆转，美元的购买力将持续被稀释。试想一下，你锁定了10年甚至20年的美国国债，如果每年3%、4%甚至更高的实际通胀率会把你的本金和利息悄悄地吞噬，那么投资者们自然会要求更高的利率溢价来补偿长期持有中通胀对于他们的价值造成的巨大损失。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在评估美债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美联储的短期行动，更要看市场对美国长期通胀和财政纪律的终极担忧。而且，这个担忧是非常有道理的。
美国政府的财政纪律几乎是没有的，债务上限每年是必涨的。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在过去5年，美国政府超发了56%的债券，联邦总负债高达36万亿美元。虽然川普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口口声声说要通过发展经济来走出债务困境，然而历史表明这是不可能的。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只会越来越严重，最终只能靠美联储印出天量的美元来接盘这些美债，也叫化债。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这有什么影响呢？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持有的是美元或者美债，那么你的资产价值将因为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无节制的印钞和举债而大大缩水。我们来看看这组数据，在过去5年，久期越长的美债，它的价格下跌的就越多。SHY 是追踪1到3年的短期美债 ETF，它从2020年到现在跌了4.2%。IEI 追踪的是3年到7年的美债 ETF，它在过去5年跌了10%。IEF 追踪的是10年期美债，它在5年内跌去了20%的价值。而我们的老朋友 TOT 追踪20年以上长天期的美债，5年居然跌了44%。最夸张的是追踪25年以上的超长天期美债 ETF EDV，它从2020年到2025年暴跌了57%。也就是说，不管美联储是加息、不加息也不降息，还是开启降息进程，美债的价格它就是跌跌不休，毫无起色。那就会有喜欢抄底的朋友逆向思维，说现在难道不是逢低买入 TOT 或者 IEF 的好时机吗？如果有黑天鹅事件发生，或者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那么 TOT 的价格肯定能逆势上涨，在大家因为股市崩盘的时候，我们就能大赚特赚一笔，不是爽歪歪吗？就像2008年次贷危机和2020年新冠爆发时期，TOT 和 TMF 不就是最靓的仔吗？这种想法，查理只能说很傻很天真。现在早已今非昔比，因为经过了2020年美联储大放水和2023年美国政府大幅度举债救市，投资市场早就看透了美国印钞放水的把戏，没有一个机构敢重仓在美债上，因为它的贬值速度是惊人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2025年4月8日，川普政府突然宣布极其激进的全球关税政策之后，10年期美债殖利率在当天经历了突然的飙升，而中长期美债价格暴跌，10年期殖利率从3.87%跃升至4.21%。美债市场突然的崩盘，也迫使川普改变了他的激进政策，为之后美股市场的 V 型反弹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未来如果真的发生黑天鹅事件，那么中长期美债非但不是救命的稻草，反而可能是风险资产，被市场甩卖。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把什么作为抵御美股下跌风险的防御性配置呢？查理认为有3个选择，风险从低到高，分别是超短期国债、黄金 ETF 和比特币 ETF。这也是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除了美股之外最核心的3类资产。其中，超短期国债 ETF 的久期通常在0到12个月内，代表性的包括 USFR、SGOV 等等，它们的价格基本上维持不变，但是每个月都会有股息分红。那这个股息分红的比例是和美联储的联邦基准利率直接相关的。如果美联储持续降息，那么 USFR 和 SGOV 的股息也会逐渐降低。那超短债在2022年的通胀型美股熊市中是表现最好的资产，超过了标普500指数、黄金和比特币，也远超中长期美债的表现。这是因为在通胀型熊市中，所有的资产，包括股票和债券，甚至是黄金，它们的价格都会下跌。美联储为了延缓美元的贬值速率，在2022年持续的暴力加息，那么强势的美元就导致其他以美元定价的资产，它们的价格会持续下跌。然而，
USFR 和 SGOV 的价格是不随着利率变化而改变的，它们可以稳定的带来4%左右的股息，就成了通胀型熊市中真正的避风港。当然，如果你想你的防御性资产还能带来价格上的增值，那么黄金 ETF，比如像 GLD、IAU 和 IAUM 一定是最佳选择。我们以 GLD 的价格走势为例，来看看黄金在过去5年的表现。可以看到，GLD 的价格从2022年3月一直跌到了2022年的11月，总体跌幅达到17%，比标普500在同一时间20%的跌幅略低一些。那随着美联储减缓加息节奏，到2023年停止加息，再到2024年开始降息，GLD 的价格就一路上涨，已经从22年的低点涨了133%，这个涨幅要远高于同时期标普500指数大概88%的涨幅，而且黄金 GLD 的上涨趋势还没有停止的迹象。从2025年开年至今，GLD 的 YATD 年增幅高达46%，碾压 VOO 15%的涨幅，以及 QQQ 18%的涨幅，甚至大大超过了比特币 ETF IBIT 26%的年增幅。当然，现在黄金价格处于冲高之后即将回落的状态，CRI 投资系统也不建议朋友们在最高点买入 GLD。但是可以预见，我们在未来几个月内很可能再次迎来黄金 ETF 不错的买入时机。届时，查理也会和朋友们分享买入 GLD 或者 IAUM 作为防御性资产配置的好机会。请您点赞订阅查理私募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周的节目更新啦。那除了超短债和黄金，比特币 ETF IBIT 或者 FBTC 也是抵抗通胀的神器。由于篇幅所限，查理就不在今天的视频中详细介绍比特币资产的投资细节了。我们在9月23日的节目中有非常深入的揭秘比特币投资的各种细节、安全交易的方式、赚钱的机会以及潜在的风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频道主页点击观看。接下来是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在10月6日给出的美股、黄金和比特币的仓位配置以及个股推荐。我的 AI 投资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股票市场的走势、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等等，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配置做出必要的调整。目前，CRI 投资系统把80%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和有上涨动能的个股，另外20%的资金则分配在比特币 ETF、IBIT 或者 FBTC 上。这是因为当前股票和大宗资产市场给出的是绿色看涨信号，系统不建议查理过早止盈，而是建议继续持有手中的股票和比特币类资产。当然，现在美股大盘、黄金和比特币 ETF 的价格都高于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可以更多考虑投资个股。当前可以买入的3只股票分别是亚马逊、Meta 和迪士尼的股票，价格也以绿色数字标出来了，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最后是截止到10月6日，CR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我们还是以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比特币 ETF IBIT 以及 Meta、亚马逊和 Adobe 股票为主，没有新的加减仓动作。我的计划是持续持有美股和比特币资产，等待圣诞季的来临，美股市场更进一步的表现。当然，如果 Meta 或者亚马逊的股价有进一步下跌，查理也会考虑腾出部分的仓位，加仓买入这2家巨头的股票。我对科技巨头的反弹能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没办法，他们的底蕴太深了，随便爆出1、2个利好的消息，价就有可能蹭蹭蹭的上涨。好，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你觉得2025年最佳防御性资产是美债、黄金还是比特币呢？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高见。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点赞、分享和评论。查理非常期待得到朋友们的反馈和来信。此外，我们的微信投资群已经开通，您可以通过查理斯姆频道主页或者视频下方的链接，扫描二维码免费加入我们的大家庭。祝您中秋快乐，花好月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